云崖寺为君子的商贾和官员开了斋宴，我在斋宴之前看到了顾朝夕，追着他去了后院，却无意之中迷失了方向。等我找回斋宴，就发现那群人围着尸体，还有那个香囊。这些货物皆是顾家的一份心意，寺中若有所缺，请尽管开口，顾家定当全力相助。大少主，斋宴即将开始，咱们该过去了。三弟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别看了，保着。在寺里。这怎么有个尸体啊？大家快来看一下！死人了！别看了，保着。所以当日你在云崖寺，本应该在斋宴之上，却遇到了一个像朝夕的人。那就是顾朝夕。朝夕那日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若不是大哥看错，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刻意为之的人，难道不是你？大哥，此话怎讲？不正是你二人合谋，引我入局，以此挟制于我？若想挟制于你，何必做局？你原本以为自己买凶成功，直到后来发现冷言失败，所以你才想杀婉娘灭口。现在我还想帮你，大哥，不如说说，你如何想到买凶冷言？是何人所言？朝夕不是你的三弟，又是何人向你引荐了李郎中？我原本的确不想管你的死活，只是藏在顾家背后的人再三挑唆，若你们反目，恐怕他才是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人。状元、沈将军、太子殷纣、顾家、玄机阁，果然和这些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年，大哥将商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你想做顾家家主，无可厚非。但顾家本是一体，大哥所做，无异于自断手足。即便你成了家主，就真的能将家主的位置坐稳吗？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大哥会觉得朝夕并非你三弟？没有人挑唆。那件事情，是我那天去向父亲汇报商铺营收时无意间听到的。家主，行动失败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的最后一丝血脉。所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玄武才找你投诚。自然不是，他们没发现我。听闻父亲要把你以玄机阁阁主的身份指给三弟，那时我才明白父亲根本就是要把顾家交给一个外人。所以，我去找了顾玄武。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们那日的谈话。二妹常年在外习读，四弟又是武痴，二人皆无心顾家事务。他是识时务之人，知道只有我才能助他夺回玄机阁，所以他选择归顺我。大哥所言的归顺，就是在你遭人算计时无法相助。你，大哥，可要三思而后行。毕竟，
我是现在顾家唯一愿意相信你是遭人算计之人了。恐怕一开始，玄武就在与你周旋利用。你隔墙有耳听到的话，说不定就是他本故意说给你听的。秦家那位神医对漠北的环境极为熟悉，被他跑了。不过他说，三少主的事情他会烂在肚子里，不仅是为了顾家的颜面，也是为了保住他大哥最后一丝血脉。谁？只不过是风罢了。大哥无需烦闷，在生意场上你的远见与判断，都非我等可以匹敌。但玄机阁本就在探秘与人心，顾玄武不过是因为了解，所以才利用了你的弱点。出来！来人！追！是。李郎中是那日我听取，偶感风寒请来的郎中，带他去给三弟号脉，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想找个理由探探三弟那枚玉佩的下落。冷言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，我不放心将此事交给玄机阁，便私下去找了他。但既然冷言失手并未酿成后果，可冷言死了，那不是我干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到了二妹在案发之后去过冷言的居所，还将婉娘带回了霓裳庄。这是他的宫启，来到霓裳庄的时间就是冷言遇害后的第2日，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冷言就是他杀的，对不对？是他吩咐婉娘动的手，才在事成之后将他带回霓裳庄。大哥最好有些其他发现。你派去杀婉娘的刺客是我带走的，大哥不必再试探。只是我未想到你会动用玄机阁的人，难道就不怕此事会被家主发现？今日多谢大哥坦言，如果想到其他事，可以来扶风阁找我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哥早些休息。等一下，既然你已经查到二妹去过冷言的居所，想必已经怀疑她了。那她1个月前曾悄悄回京见过三弟，你可知道？主人，可是要去2小姐院住？不急。主人既对2小姐早有怀疑，也查出药房缺失药物流向2小姐院中的证据，为何反而将注意力放在大少主身上？你觉得家主为何将我引入此局？只给朝夕？难道不是为了借你和顾朝夕的婚事，稳固玄机阁与顾家？是，也不是。无论二姐刻意的示好，是真的想与我同盟，还是祸水东引，即便这一切都被查出与他有关，你觉得家主是会先处理他，还是我这个顾家的外人？你是说，家主或许早有察觉顾家有人怀有异心？我收到了那封指向顾家的密信。大哥也听到了有关朝夕的挑唆，问霜也是如此。
可是我最初一直都不明白，就算有玄机阁的牵制，顾家那么多人，家主何必放权给我这个外人？后来，我还是要感谢我那位夫君。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与其等待分辨他人善恶，不如为其留下善路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。若家主将这件事情交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难以善了。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外人，才有所顾忌。家主一生杀伐，如今垂暮，这院中之事，怕是也难以单凭对错来决断。所以我首先需要的不是找到凶手，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被我完全掌控的盟友。二小姐和四少主不是有意与你成为盟友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完全掌控的盟友。发生何事？老爷房中遭了贼，吾等奉命搜查。三少主夫人可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方才还看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往那个方向去了。那是二小姐的院子。走。更深路重，莫要让夫君等得太久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。天字任务？怎么会又出现已开启的天字任务？半路有危险啊！我本来以为这次的天子任务将会由你完成，没想到阁主竟然将它交给了我。那便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归来。你当真希望我顺利归来？可如今阁中传言，家主将重择阁主人选，你我不对，应该是说我们3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下任阁主。玄清，天子任务，亦为天子任务，都是为当今圣上办事，何必分你我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早些休息。家主为何会将天子任务交给顾玄武？主人，派去江南故居的人回了吗？未曾。如此，你明日便启程替我去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主人难以轻信他人，但是我的命是主人救的，我绝不会做背叛主人之事。您在这个时候让我离开，所以您到底还是……你还真是……救过你，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我是否真的救过你。那日是你进入玄子所的第一个任务，你当真以为我出现在那里，又恰好带回了奄奄一息的你是巧合？不，与我做天子任务时家主给你的任务一样，在你的第一个弟子任务时，我的任务是，一旦你的任务失败暴露，我就要杀了你。
你的任务成功了，所以我将你带回。但我做天子任务时，家主明明给了你同样的任务，你却拒绝了，还以此契机成为我的死士，这是为何？主人，明早启程吧。谢谢。夫君可想好要问我什么？看来是还未想好。不过，我有个问题想问夫君。夫人，请问。夫君何故夜探家主的斩春阁？来到顾家，又是所谓何事？难道不是夫人带我来的顾家吗？如今玄机阁他这是要去哪？这就是夫君的问题。酒莫喝得太急。玄清的根骨极佳，而性格至刚易舍，他不适合这里。他难道不是你唯一信任的人？信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便一直在玄机阁。玄机阁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清风拂流萤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影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，往昔故事心中放。
中放。